喂，大家好，我叫刘耀明，来自华为浏览器内核团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题是基于 AI 的那个 Web 浏览体验重构我大概会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华为浏览器和那个 ArcWeb 面临的一些挑战，然后是我们那个在 Web AI 领域的一些实现和一些探索。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浏览器的一个 Top 的 VOC，然后搜索还是浏览器的第一大的使用场景。但是用户的心智已经改变了。那么从以前的那个关键词匹配大家更期望是说是 AI 的那个原生的搜索的体验。然后小说阅读和那个音视频播放是那个浏览器的高频的一个使用场景。然后用户呢希望在这块呢希望有一个去干扰化沉浸式的体验，这需求也非常的强烈第三块的声音是说网页里边的这个广告太多，特别是一些恶意的一些弹窗然后最后的话网页加载失败依然是那个浏览器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更多的是说用户的网络环境或者 Web 网站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个问题呢，对于鸿蒙浏览器和这个 ArcWeb 来讲作为一个新的 Web Engine， 那么它面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挑战是说，当前的网页里边还普遍存在说基于这个 Web Engine 的这个形态这个身份来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个处理的逻辑目前呢很多网页还不认识我们这个鸿蒙的这个浏览器和那个 ArcWeb 的这个 User Agent 导致他们有可能会下载一些错误的资源，导致这个客户端排版的错误甚至一些行为的异常。这块呢现在像我的话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另一个方面的挑战是说，我们在一些海外的一些场景就像是由于这个服务的碎片化和这个处理流程的复杂性这个带来的这个用户在 Web 服务的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痛点不像在国内在海外的很多区域，这个是缺乏像国内这种 Super APP 的这个 Web 呢还是这个生活类服务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入口比如说这种购物那个餐饮旅游这些等等那么但是呢然后这些数字化的这些基础设施呢是非常的离散的这个碎片化的分布在这个上百万个独立的一些 Web 门户上另外呢有一些而且由于国家主权和这个语言的一些障碍呢，即使同一类的这个 Web 服务也形成了这个成千上万个完全就是互不相通的一些Web 的一些孤岛第二方面是这个服务的处理的一个复杂性当用户想在 Web 端去做一个价格路径时效这方面的一个最优解的时候它往往需要去跨越很多的站点去搜索信息，然后呢在网站内部或者是网站之间要执行一个长路径的一个操作面临一个海量的一个决策那么面对这些挑战呢，我们是希望在通过 Web AI 的一些技术去找到解决方案，去提升用户的浏览体验。我们说现在的 Web 正在从一个information network 朝一个 action network 这个方向去演进在 Web 1.0的时候用户主要还是这个网页还是由一个专业人士去维护的一些静态的网页，那么普通用户大部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说这个1.0是一个 read only 的网络那么到了2.0的话就是一个 read write 的网络了用户不再只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内容的生产者那么随着AI 技术的一个大的发展爆发式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这个现在的网络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给用户提供信息的网络是一个可供这个 agent 去读去写也可以去执行一些复杂操作的一个 action 的一个网络我们说这个 Web 3.0这块也可以叫做是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网络那么Web AI 作为这个3.0的这个核心的技术之一我们在这块也是进行了多个方向上的一个探索希望能够给用户的浏览体验带来质提升首先第一个方向是Web Copilot这块呢我们是在我们的 Web Engine 里边去集成 AI 的技术然后
为用户带来全方位的一个体验提升，包括搜索啊，就做摘要翻译啊、阅读模式等等啊。第二块是 Web Agent 这一块啊，我们是结合大模型的技术去理解用户的语义，去做一个任务的分解，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 Web 引擎的技术去自动化的加载这个网页啊，精确的去理解网页内容，然后执行一个长序列的跨越多个网站做长序列的一个操作，去完成用户的任务啊。最后一个方向是 Agentic Web 啊，这是 Web 的一个新的范式了啊。这个传统的网页内容和这个架构的设计都需要去为了这个 AI agent 能够更精确的理解这个 Web 啊，更稳定的去操作这个 Web 啊，做一些特殊的这个优化。在这个 Web Copilot 这块呢，我们是在引擎中去引入了很多的 AI 能力，然后能够希望给用户带来更智能化、更沉浸式的体验啊。比如说这个这边首先是这个文本的选择啊，通过 AI 去智能的选词，然后我们也支持在这个网页里边这个图片上的一个识别文字，然后在图片内部的文字的这个智能选择啊，然后在网页的可编辑区域，那你选中了文本了之后，我们也去能够调取大模型去让给用户提供这种摘要summary 这个重写这些能力啊。另外，对于网页中的一些特殊的文本，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智能的识别能力，包括电话邮箱、网址日期等等在这些内容上，我们用户去点击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定制化的一些菜单。另外，在浏览器里边，我们也实现了这个沉浸式的翻译啊。这块的话，开启翻译了之后啊，所有的后续的网页加载都会是一个连续的翻译啊。另外，在图片里边图片里边的文字也是支持这个翻译的啊。另外，我们还特别就是对于那种跨域的 iframe 里边的也是支持去做自动化翻译的。然后在这个阅读模式场景下，我们那个通过 AI 去智能化的去识别这个小说类的网站啊，然后识别其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元素啊，像比如上一章、下一章这些啊，然后呢通过然后能够去自动化的去分析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另外就是浏览器里边也集成了这个通过在华为手机上集成了小艺啊，然后给用户提供一个 AI 模式的一个搜索的能力。最后我们还会这个鸿蒙的内核还会去支持这个 Web AI 的 API 包括翻译Write Rewrite 这些然后就会给前端开发者带来了原生的 AI 的能力。这是那个 Web Agent 的方向。当前我们在 Web Agent 的方向上做一些探索然后我们会聚焦生活类的一些服务。然后首先第一步是我们要去建一个domain specific 的一个 benchmark， 用来衡量我们 agent 的性能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商业化的一个需求。在那个网页理解和这个感知的方面呢，我们面临挑战是网页里边的多模态的数据包括图片视频、canvas 等等另外还需要处理网页里边的一些动态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一些弹窗然后第三个那个网页的操作的性能是这个 agent 的一个商业化一个 agent 的一个关键的性能指标传统的这个sort action observation 这样一个循环每个循环它都要去调一下这个大模型在这种模式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执行速度是没法与人类的这个效率相比较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agent 往往一个任务都涉及到一个长序列的一个操作，任何一个步骤里边的一个微小的差异都有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导致后续的步骤的失败所以这个成功率success rate 要达到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要求，还是非常有挑战的但第四个就是一个复杂任务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那个查找一个和订一个最便宜的酒店这么一个intent，它可能涉及到就是 agent 可能要涉及到拆分成50多个子任务涉及到很多的跨站的一些查询
然后多步的一个价格的比较啊，然后呢面临一个海量的一个决策的分支啊。最后的话，这个因为有大量的子任务啊，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网页内容，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上下文的一个膨胀，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分层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管理体系，将这个网页的内容感知的结果和这个大模型的一个长期的记忆做一个结构化的压缩然后去按需的查询，然后达到这个精简这个 context 的和那个提升那个推理的性能。下面就是我会在这几个挑战里面会将跟那个 Web 内核这个比较相关的2点稍微展开讲一下。这个首先第一个是网页的理解，我们这块我们目前考虑的方案是那个 screenshot 加上 set of mark 在对网页截图之后，我们会通过自动化工具去感知提前识别这个网页里面的可交互的元素然后呢在这个网页上面去叠加一些可视化的一些标签，然后以及还有下面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语义信息这些标签标注出来的这些元素的语义信息一同会发给一个大模型这不仅有助于这个大模型去更精准的去理解这个网页的语义，而且也有助于这个大模型在执行的过程中能够精准的定位到它那个目标元素这块这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Arc Web 也会为 APP 或为 Agent 去提供接口用于一方面是用于获取这个网页里面的可交互元素另外一方面是说为这些元素生成一些这个标签。另外我们现在也关注到这个 Comlia 里边这个叫做 Annotated Page Content 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个是专门为 Com 里面专门为 AI 设计的它首先是会从这个网页的这个 layout tree 出发这样天然就屏蔽了那些不可见的元素另外然后它会为识别出网页里边的这些带语义信息的一些元素，然后生成一个带文本包含文本它的坐标可视化的一些style， 然后呢交互的属性以及一些语义 role 这样的一个层级化的一个表示这专门给 AI 能够提供就是高保真的结构化的以及面向这个 action 的一些内容的输入这个就是专门为 AI 设计的，让 AI 去理解这个网页的语义的然后这还是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另外就是像这种模式的话，相比截图这些能够大量的节省这个 token 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可以说是内核从一个被动的一个展示向一个主动的一个理解网页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我们的那个鸿蒙的 Arc Web 也提供了接口，用于去上层的 agent 或者 APP 去获取这个一些特定元素的一个 annotated 的一个 info。第二点，我想讲一下的是这个Web 的一个执行那么我们现在采取的策略是一种叫做 experience driven 的一个 agent让 agent 是从一些事例里面去学习我们会离线的去录制一些这个事例集通过这个 Playwright 去录制用户或者是 agent 的一个执行的轨迹然后呢做一定的抽象和这个泛化，然后最终由 agent 的去把它转化成一些 RPA 的一些脚本。那么当这个 agent 在收到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它首先会在这个事例集里面去做查找如果能够匹配上的话，那么它会直接重放这个 RPA 的一个脚本这样的话就一步就完成这个任务了通过这种模式的话，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执行的速度同时对于这个另外一个关键指标，这个任务的成功率也是大概能提高有10%几多10%多这 RPA 脚本的执行结果会用于去更新这个存储到这个 agent memory 里边然后呢而且也会去更新我们的这个事例集如果前面的匹配或者说这个 RPA 脚本执行失败的话，那么我们会回退到这个这个 sort action observation 这样的一个循环由那个大模型去实时生成这个 CDP 命令，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执行 Web 的一个操作
基于我们现在这个 agent 使用的这个大模型，如果说像全部用没有第一步啊，全部用这个fallback 这种模式的话，其实是没法达到这个商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的 ArcWeb 鸿蒙的 ArcWeb 现在也是支持通过这个支持提供了接口啊，通过这个支持 APP 通过这个 CTB 命令去做一些网页的操控。最后这个第三个这个 Agentic Web 的这个方向上，这个最终 Agentic Web 的实现呢是需要整个 Web 生态去适配的啊，包括一些语义的一些增强啊，以及一些协议的集成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就比如说这个 Web MCP 对吧？那个前端开发者需要把他们这个 Web APP 的一些功能把它进行封装，然后向浏览器去把它注册成浏览器的一个 JS 的一个 tool 啊，这样的话才能使这个 agent 能够直接调用这些Web 的一个功能，这其速度和这个准确性以及可靠性就远超人类的一个感知水平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目前短期的一个考虑是说，我们会基于这个 agent 与网页的存量网页的一个交互我们去自动的去学习，自动的去构建，为网页去生成一个 Web MCP 的 tool 这样的话是一种比较低成本和一个比较高效的方式，去把这些纯天的网页也集成到这个 Agentic Web 的一个网络里边。我们这个 ArcWeb 后续也会去支持 MCP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就这些，也欢迎大家后续跟我继续去交流这些感兴趣的话题，谢谢。